创世女神，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古女神女娲。在神仙体系中经常会提到女娲，女娲的故事也是口口相传。像女娲造人，我们应该都知道，就是以黄土仿造自己，造出了人类。也是因为女娲创造了人类，后来建立了婚姻的制度，才会逐渐代代相传。那个时候世间天崩地陷，女娲采用龙彩石去补天，这也是关于女娲的神话。曾经在上古时期，当时有一个原始的部落，他们那个部落的人都自称是华胥国的子民，里面住着一个少女。这位少女有乌黑的头发，而且长得非常美丽，她很聪明，族人们都长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她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大家会长这个样子。据说在远古时期，华胥氏的部落出现过一个特别大的脚印，后来华胥氏用脚踩了那个巨大的脚印，之后就诞生了伏羲和女娲，两个人都是人首蛇身。这就让很多人不明白了，为什么踩一个脚印就能怀孕生子呢？传说中不是女娲造人吗？因为本身就是民间的流传猜测，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夸张的成分。当时华胥氏就有2个孩子，伏羲和女娲。虽然我们后世传说他们2个人之后成婚了，但是根据其他的记载，华胥氏是黄帝和炎帝的远亲，因为本来就是神仙，所以大家也不用在意伏羲和女娲到底是不是成婚了。就算是他们2个人成婚了，也是可以解释过去的，因为本来华胥氏怀孕就是一个比较神奇的事情，后来他们2个人生育了万物，那个时候因为阴阳不平衡，所以产生了女娲。反正各种说法都有，有的说她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动物，这个动物就是人类；有的说是伏羲和女娲2个人婚后生下了很多孩子，逐渐就有了人类后代。不管是哪一种说法，这都是为了解释那个时期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我们听到的都是传说居多，并不能证实女娲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人类能有现在的生活，肯定跟古人是分不开的。不管他们曾经是否做了什么贡献，那么也是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换句话说，应该是对我们的祖先造成了一些影响。人类的文明是在很早的时期，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逐渐慢慢有了人类。当时就是以部落的形式居住，他们都喜欢群居，就是为了防范一些野兽和外敌。如果有什么危险的话，大家都可以聚集起来抵抗。当时人们的生活虽然比较艰难，但是人们之间的相处肯定也是很简单。我们无法想象当时上古时期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风俗习惯，平时怎么吃饭，住在哪里，又或者是怎么结婚生子，部落和部落之间离得有多远。这些应该都是我们现在的疑问，大家也都想了解，都想知道。可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是无从考证的，毕竟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时期。女娲的传说比较一致的是，她是一个人首蛇身，而且大家都知道女娲造人，这个故事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伏羲我们也是听说过的，关于他们的神话传说，基本上大致可以分为那么几种。我觉得比较有信服力的，应该就是女娲妮妮人造人，还有就是女娲补天，所以才稳定了人世间能够正常生活。关于伏羲的传说相对来说就会少一些，可能大家也不是特别熟悉，只知道他应该也是一个人首蛇身的神仙人物。在伏羲之后，女娲是首领，承袭伏羲帝号称王，天下称为伏羲王朝时期，是帝王之一。当然这位女娲氏首领并不是与伏羲结盟的女娲氏首领，而是她的后裔。女娲在远古时期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地位远在三皇五帝之上。后来随着父权意识的强化和中央集权的建立，女娲的地位也逐渐降低，先是被列为与伏羲、神龙并列的三皇之一，后来成为依附于男权的伏羲之妻。女娲娘娘看到纣王那首验尸的第一反应是去打死这个不知所谓的家伙，所以女娲娘娘立刻叫上碧霞童子，驾青云直往朝歌。女娲娘娘的意思就是到了皇宫，直接一巴掌把纣王扇死完事。可刚到皇宫就被2道红气阻住了云路，却原来是殷郊、殷红2位殿下前来拜见父王。他们是天定的封神榜上有名的神将，殷郊是执年太岁，殷红是五谷神，所以必然有天道垂青的标志。
这个时候女娲娘娘反应过来了，她不能就这么一出手就要了纣王的命，不是心里不想，而是臣妾做不到啊。女娲娘娘虽然也算是妖族圣人，但还是在天道管辖之下，纣王还有28年的天子之命，女娲娘娘也不敢就这么把纣王搞掉，那可是违背天道的。违背天道会是什么结果，她可不想去体验一下。于是无奈之下，女娲娘娘之后闷闷不乐地返回了女娲宫。就这么算了，可不是女娲娘娘的作风，她需要另想主意。女娲娘娘不能直接出手惩罚纣王，于是她采取了曲线救国的策略，那就是间接惩罚纣王。作为妖族的实际掌控者，她有大量的人手可以调用，而轩辕坟三妖只是她随随便便从众妖中点出来的几个棋子。女娲娘娘让他们3人引其妖形，脱身宫院，祸乱军心，配合武王伐纣以助其成功，但又强调不可残害众生。至于报酬，则是事成之后可成正果。要说女娲安排下去的任务也不重，也不是很难，只要3妖发挥自己的特长，迷惑纣王就可以了。但女娲娘娘知道3妖可不是善类，他们是不可能约束自己的行为的。于是我们看到妲己在纣王的皇宫里翻云覆雨，残害无辜，但妲己的能力也就如此了，她也就能在纣王面前撒撒娇，进进谗言，残害一下那些文臣。对于掌握兵权的武将妲己可没有什么办法。成汤江山的军事支柱都是被阐教众仙借着姜子牙之手毁掉的，与轩辕坟3妖没什么关系。但也不能说妲己对于成汤江山的覆灭没什么作用，妲己毁掉了成汤江山的文治支柱的很大一部分。一个国家的文治支柱重要，还是军事支柱重要呢？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文治支柱重要。文治良好，才能维系整个国家的团结，才能让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发挥出来。一旦文治衰落，整个国家内部治理不畅，经济就会衰退。上下离心，相互掣肘，内斗不休的情况下，很难应对外部的入侵。妲己3人迷惑纣王，使得纣王不再认真处理内部事务，整个内政几乎处于瘫痪状态。这样的大伤对于天下巨变只能靠本能反应应对，这样的应对自然漏洞百出。于是我们看到成汤江山每况愈下，大商朝廷对于崩坏的局势此视而不见，百姓流离，官员暴虐，整个大商的体系迅速崩坏而失去正常秩序。一个国家最怕的就是失去秩序，一旦失去秩序，每个人都无法自保，更无法面对外来入侵。即使统治者能力有限，但只要还有基本的秩序，百姓就还可以勉强存活。秩序没了，百姓就会像没有了根系的草芥，迅速枯萎。所以中国历史上每到乱世，伴随着的就是损失规模巨大的人口。乱世结束，人口10不存1，浩劫就是如此残酷。女娲娘娘对于纣王的惩罚改为覆灭成汤江山，其实是加重了惩罚，只是惩罚的对象由纣王变成了天下百姓。纣王一个人死了也就死了，可江山覆灭却会伴随着千千万万的百姓的毁灭。真的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吗？上位者不经意的行为引起的后果如此严重，所以上位者更要谨慎言行。百姓不是草芥，割了还可以再长出来，每一次兴衰付出代价的都是最底层。宁做太平犬，莫为乱世人。和平如此宝贵，千万不要弃之如敝履。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喜欢请点赞、关注、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